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15号抵达台湾，展开5天行程。美西方是否会收起对台海局势的持续渲染，并管控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妄动，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此外，罗森伯格此行会与岛内2024选举的3大阵营参选人会面。在当前蓝白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美方又横插一脚，释放何种信号？来看详细分析。 罗森伯格16号与蔡英文见面时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共享利益，并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所谓坚若磐石，非常有原则，也是跨党派的。 罗森伯格还放话称，美国当务之急的其中一项是通过提高全球对台湾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认识，来扩大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44岁的罗森伯格曾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长期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工作。今年3月，罗森伯格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一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到7个月的任职时间里，这已经是罗森伯格第3次赴台。 香港中评社认为，罗森伯格再度赴台，很可能是要严密控制台海情势，避免民进党在2024选举期间言论过激，导致两岸情势紧张。想必也是给民进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画下红线。这也凸显美国对于赖清德不放心。就算赖清德一再强调会遵循蔡英文两岸路线，但美方对于曾提出务实台独工作者自我定位的赖清德，仍有不小疑虑。我相信美国人是听到了他的声音。 看到了他的动作，感受到了压力，所以说呢，就是罗森伯格，他又一次来台湾，这是第3次了。那么这么高密度的到台湾来，我想这个非常明确，那就是说他要把台湾的这个有些人跃跃欲试要点火的这种态势呢，他要按住。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罗森伯格已安排跟蓝白绿3大阵营的2024台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会面。16号，民进党主席兼该党2024参选人的赖清德已率先招待罗森伯格参访台湾客家茶文化馆。当天，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也同罗森伯格会面。 侯友宜17号表示，两人聊到两岸、防务等话题。事实上，岛内3党参选人早前均在美国与罗森伯格本人有过互动，而罗森伯格在6月赴台时也与各党参选人会面过。但在选前倒数不到100天的关键时期，罗森伯格再度赴台，很可能是试图近距离掌控蓝白整合的进一步发展。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罗森伯格的频繁赴台以及会见相关参选人，本身就是打脸美方所谓的不干涉台湾选举的说法。 而他此次在岛内选举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赴台，就是要充分发挥美国在台协会的白手套作用，出手管控，以让选举朝有利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第一方面不能给美国添乱，第二要听美国的话，听美国的指挥。我相信他对方方面面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 自从14号首场蓝白幕僚会议，中国国民党抛出所谓开放式民主初选，回应此前民众党方面提出的所谓全民调初选以来，蓝白合又陷入僵局。民众党主席2024参选人柯文哲，虽然国民党看起来没有合作的打算。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主任周瑜修17号接受岛内电台节目采访时就表示，对国民党提出的方案有疑虑，同时批评国民党感觉只想把柯文哲干掉。柯文哲阵营 想的是要怎么赢赖清德，可是我怎么感觉国民党是只想把柯文哲干掉而已。多位国民党籍县市长表示，希望进一步推动蓝白合。台北市长蒋万安16号指出，还是希望彼此持续沟通，找到共同合作基础，用智慧朝政党轮替方向前进。 云林县长张丽珊也说，希望蓝白以最大诚意沟通。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虽然彼此可能互信基础不够深，双方各有保留，但仍希望透过更多次会谈，私下彼此多了解，才能对会谈工作有帮助。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16号表示，蓝白合虽然暂时在如何选出最强候选人的方式卡关，不过两个原本缺乏互信的党要在短时间开始谈合作，初期相互试探冲突本来就难免，没人期待可以一帆风顺。只要下定合作的决心，以开放的心胸推动后续协商，一定可以达成合作目标。 本来蓝白合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啊，因为大家都有大家的立场嘛啊，而且最重要是大家都不要当副的，都要当正的，那只有一个正的，那怎么办呢？啊，所以总要有人退让吧啊，那我觉得还是以大局为重吧。
16号晚间，侯友宜竞选办透过发言人声明表示，双方对于彼此所提方案都有疑虑，希望先坐下来谈，任何内容都可以协商讨论。我们有过党内党主席选举的经验，相信问题都可以来克服。我们希望未来3天内赶快进行第2次的会面，双方磨合协调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如此才能符合外界对于在野力量整合的高度期待。17号，侯办又进一步表示，当天上午已经将蓝白合第2次幕僚会议建议方案送交科办，希望会谈时间能越快越好。国民党方面还向民众党抛出了开放式初选的规划方案，包括将禁止游览车载运投票，并且只要签署政党轮替理念认同卡就可以参加投票，不需造册、采实名制、验身份证。不过，民众党则坚持采用比民调的方式。当天下午提出参考中国国民党2020初选和民进党2020初选的2选1在野整合全民调执行办法，其中也将争取独立参选的郭台铭纳入。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在记者会上质疑国民党所提民主初选有时效性、可行性、可信度3大问题。他强硬表示，若要协商民调的部分，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见面，但若要协商民主初选，我觉得再协商几次也不会有结果。对此，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执行长金溥聪随后也毫不示弱回呛，如果对方只有2选1的选择，就不用谈下一步了。李正广认为，蓝白阵营目前就候选人推出方式产生的分歧一时很难决，因为双方都是从自己的政党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都担心自己在整合后被泡沫化或者边缘化，是一种结构性矛盾。那如果说双方都是无私无畏，那么就是为了下架民进党，愿意就是即使牺牲自己的党也愿意，那么我觉得这个路就很好找。但是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政治私心，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政党的利益去维护，那这个下架民进党就有难度，蓝白合的这个道路就会困难重重。台湾所谓自造潜艇计划不断被爆出新的黑幕。日前有媒体曝光，几家去年被韩国检方逮捕的韩国籍工程师所属的企业，已经被韩国政府以违反贸易法为由进行起诉，指控他们协助台军制造潜艇，涉及至少3家韩国军火商。对此，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表示，担忧此事会影响台军订购潜艇接下来的建造工程。3家被起诉的韩国军火商分别是基高策略公司、金河股份有限公司和 S2K。据悉，基高策略公司执行董事朴莫植于2022年2月17号被韩国警方逮捕。根据警方向法官提交的陈述书，基高策略公司涉嫌向台湾地区提供潜艇建造设备的交易，直接影响韩国的国家整体安全。